作为一个能源和水资源进口依赖度高达 95% 以上的极度脆弱的岛国，新加坡的繁荣建立在极其精密的全球供应链之上。一旦外部供应链出现哪怕一丝一毫的断裂，再高明的大国平衡术也点不亮全岛哪怕一盏路灯。决策层正在果断放弃单纯的大国平衡手角色，通过与马来西亚和印尼进行史无前例的深度捆绑，硬生生把周边的邻居变成了自己抵御全球风暴的生命线。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在每天清晨去新马长堤看一看，你会看到极其震撼的一幕，超过30万人次的通勤大军密密麻麻地往返于新马两国之间。对很多背负着房贷压力的新加坡上班族而言，这条通道不仅是周末去柔佛享受低物价消费的后花园，更是维持这座高度发达城市运转的经济大动脉。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的成功密码非常清晰，那就是做大国的平衡手，依托马六甲海峡这个全球贸易咽喉，吸引全球的资金和货物。但现在的局势彻底变了，逆全球化浪潮的汹涌，加上频发的地缘冲突，让曾经运转良好的远洋供应链变得极其脆弱。当你在祖屋楼下喝着咖啡，发现日常物价又涨了的时候，这背后其实就是全球化红利消退引发的连锁反应。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战略纵深，连填海造陆都快摸到领海边缘的国家，如果继续把所有筹码都压注在远洋贸易和外部大国上，风险成本将变得不可承受。决策层非常清楚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大国博弈的无情棋盘上，没有任何棋子是不可替代的。为了对冲这种致命的脆弱性，新加坡的生存策略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向，从高度依赖远洋贸易的脆弱外循环，逐步过渡到构建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内循环。而这个庞大计划的第一块拼图，就是重新定义北边的邻居。2024年1月，新马两国正式签署了开发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备忘录。如果你仅仅把它看作普通的双边工业园项目，那就完全低估了背后的宏大战略意图。准确地说，这是一场极具前瞻性的国家级别的地理套利。回顾历史，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就提出过新柔料增长三角的概念，但今天的经济特区在执行量级、政策力度和融合深度上已经截然不同。新加坡当下的痛点十分清晰且致命，土地资源彻底触顶，填海造陆成本呈指数级上升，人力成本高昂到让跨国企业望而却步，核心产业扩张受到严重物理限制。而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恰好具备充裕且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通过推动护照免签通关，实行跨境货物数字化秒级清关，以及联合招商引资，新加坡实际上是在利用巧妙的制度设计，打破物理国界的硬性限制，把经济命脉实质性的内化到周边腹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产业转移趋势，大量需要密集土地、极度消耗水电的数据中心以及基础先进制造业正成群结队向柔佛转移，而新加坡本土则腾笼换鸟，集中精力巩固利润最丰厚的金融中心、研发大脑和企业总部职能。这套逻辑本质上是在东南亚打造一个微缩版的欧盟单一市场。新加坡不再把柔佛仅仅看作提供资源的后方，而是视为自身高端产业链的直接物理延伸，通过深度的资本注入与利益捆绑，让邻国的发展红利与新加坡的生存需求彻底挂钩。当两国的产业链交织到无法切割的地步时，这种经济上的互相依存远比任何纸面协议都可靠。这也是小国构建战略纵深最务实的方式。不过，解决了土地和劳动力的问题仅仅是突围的第一步。新加坡面临的另一个随时引发全国停摆的致命软肋，藏在看不见的电网里。来看一组极其可怕的数据，新加坡的能源进口依赖度长期维持在 95% 以上，
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电力供应都依靠进口天然气发电。这个数据在动荡时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中东爆发大规模冲突，导致能源断供，或者马六甲海峡航道因为地缘摩擦受阻，新加坡的电网将面临灾难性打击。没有电，金融中心会停滞，海水淡化厂会停工，整个国家会在几天内陷入瘫痪。这就是为什么近期新加坡频繁与南边的印尼高层进行穿梭外交，并在双边峰会上死死咬住一个核心议题：跨境电力互联。新加坡正在动用庞大资本，大规模投资印尼广袤土地上的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并计划斥巨资铺设海底电缆，直接将清洁电力源源不断输入新加坡本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为了迎合全球碳中和趋势，但剥开这层外衣，这是一次关乎国家生死的能源战略大转移。与其把能源生命线交托给充满变数的远洋航线，随时面临被掐断的风险，不如就近投资庞大的邻国，用新加坡最不缺的资本和技术，换取印尼长期稳定的资源供给，把印尼的电网直接接入新加坡的千家万户，等同于在物理意义上将新加坡的地缘安全半径向南实质性推进了数百公里。这种物理级别的电网互联不仅锁定了稳定的绿色能源，更是通过基础设施锚定，把印尼牢牢拉入了新加坡的安全利益共同体中。看懂了北边柔佛的土地和南边印尼的电，我们就能彻底理解新加坡整体外交范式发生的底层逻辑重构。近年来，无论在联合国大会还是香格里拉对话会，新加坡高层几乎是见缝插针地强调东盟中心地位。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新加坡当前最核心的生存指导思想。在过去大国关系相对缓和时，左右逢源，充当中间人是聪明的做法，但在今天大国剑拔弩张，全球供应链加速阵营化的时代，如果继续玩弄平衡术，试图在超级大国间走钢丝，极大概率会沦为大国博弈的代理人战场。数据永远不会撒谎，目前东盟内部贸易占比已经稳步上升到了约 23%， 且还在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东南亚的区域内需正形成强大的自我造血能力。新加坡极其敏锐地看准了这一点，它的外交逻辑已经从单纯的向外投机，彻底转向了向内扎根。它现在要做的是把自身积累的庞大资金、顶尖技术和成熟制度优势源源不断注入整个东盟的经济机体中，让自己成为东南亚经济圈里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锚点。当新加坡的经济生存与马来西亚的就业、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整个东盟的繁荣彻底绑定在一起时，任何外部势力想要把新加坡当棋子来随意摆弄，就必须认真掂量得罪整个东南亚的沉重代价。通过深度的区域一体化来大幅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用坚实的经济底座去撑开外交空间，这才是小国在乱世中最高级的避险哲学。从每天清晨新马长堤上熙熙攘攘的日常通勤，到深埋海底连接印尼太阳能农场的战略电缆布局，新加坡正在用极度务实的行动完成一次历史性的地缘突围。这套策略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但真实的生存法则：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面前，永远不要去赌大国的仁慈，而是要用真金白银的投资和深度的产业融合，去亲手重塑自己的生存底线，宁做区域经济网络里不可或缺的锚，也绝对不做大国博弈棋盘上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这不仅是新加坡的生存智慧，也是所有身处大变局中的普通人应该深刻看懂的时代趋势。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危机中主动创造转机。你认为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能在未来5年内真正改变东南亚的整体经济格局吗？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地缘观察，请务必长按点赞，
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